大家好，我是全红婵，欢迎收看新华体育约大牌。大家好，我是陈雨希，欢迎收看新华体育约大牌。欢迎小红，欢迎乐乐我们先来聊聊比赛好吗？昨天的比赛我全程关注了，真的是特别的精彩。不知道你们两个给自己的表现打几分呢？满分100吗？还是对85吧。因为我感觉动作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吧。大概就是吧，因为确实，比赛前也状态不是特别好，然后包括前面几场都比较紧，所以我觉得，我做到了赛前的预期吧。那你的小目标是什么呀？其实就是放开跳，然后去拼嘛，然后去把整个人去放开的去享受整个比赛的过程。小红呢？你的这个分数主要是扣在哪里了呀？扣在动作上吧。但是你决赛第一跳拿了7个10分满分呢。那可能只是第一跳吧，因为后面都没有发挥得很好吧，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你们两个怎么回顾自己的这3年的这些过程呢？其实我觉得整个3年里面发生的每件事情其实都挺印象深刻的，也是要不断去跟自己磨合，跟自己和解的吧。上一次的你跟现在的你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了，至少面对镜头没那么害怕了，可能积累太多了吧。你觉得更希望能够享受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成名之后，自由的生活，没有那么多人管着我，自己的空间，我想要自己的空间。我想去玩蹦极，我想去玩跳伞，各种各样的极限挑战我都想玩。你向往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自由，每天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每一天。我觉得你们两个特别像经纬线，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不一样啊？他比较爱学习，然后很内向，比较喜欢一个人待着吧，然后也不是很爱说话，然后我就完全相反，就跟经纬线一样，一条河那条竖的，但是它有无数个交叉点。就比如说我们俩要一起配双人，我们要一起去磨合，包括我们也会同时的去对同一件事情产生一样的反应，会这样。类似于就在训练中，可能他跳不好我也跳不好，我跳不好他也跳不好，就经常这样。两人一起往前一趴，怎么改学历？下去的时候起来没跳好怎么办？然后一看录像，你没跳好啊，你也没跳好啊。下去以后我们说你俩同步挺好的啊，一起这么下。那我特别好奇，你们两个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觉得可能自己比较内向，可能有些时候没那么爱说话，脾气不是那么好。我脾气也不是很好。竞技体育确实需要一定的这种暴脾气，就是他在某些方面其实是会对自身的这种竞技水平会产生一些优势吧。因为你太平了，你可能对什么与世无争的那种反而不适合练竞技体育。可能我特别同意这句话。那小红呢？我比较外向吧，我更喜欢开朗嘛，就觉得我很爱笑，我主要是我感觉我自己一个人待着的话，不讲话的话，会想的比较多吧。说到这儿，我爱甩脸。进国家队第一天就被说陈雨希你老拉这个脸，但其实我就长这样。有些对自己跳得不太满意的时候，不太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吧。现在好点儿。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呀。那小红呢？我跳不好的时候，我会骂街，因为我要发现一下自己啊。憋得多难受啊！是1次、2次、3次那样子跳不好的时候会，一次跳不好我就会，就一天就下来没跳好的话，就回去就会
跟别人发泄一下。第一次跳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因为我还不会游泳，学了几个星期游泳之后才慢慢跳的。4、5、6、7、8、9、10个游泳教练没把我游泳教会，最后被跳水教练一脚踹池子里会了。我第一次先是狗爬，我也不知道他们都下水玩，我也想下水玩，我也想。突然想到一个事情，2个月、3个月前，他游蝶泳，游到我觉得就是当时要是有救生员，一定会下水救他的程度。我感觉我游的非常自信啊，然后我感觉游的快淹，他们感觉我游快淹死了。我游自由泳是歪的，我游自由泳是歪着游的，我本是这样的，游到中间这样游了。那你们应该出门找游泳队，去游泳馆去看一看，让张颖飞他们、崔导他们指导一下。不用指导我直接跟他们 PK， 啪啪啪，这样游。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指导的来的。我明明做的很好啊，这后背摆啊，在那摆，那样摆，中段在那摆，啪啪啪啪。就是我有一次站上10米台的那个边缘，我尝试着想要去体验一下，我觉得我站上去特别的恐高。我也害怕。你别说了，我也害怕。你现在让我站10米台，让我腿抖。真的会腿抖吗？可是我看你们跳的都特别自如，特别的流畅。装的。你小子有点装了啊！表面上，毫无波澜。其实内心妈呀，哎呀妈呀，就这样。跳下去呢。特别是就是你久了不上10米之后，就比如说你一场比赛完了，你可能会有个调整恢复，你再上10米的时候，我每次上去第一个我都开始怀疑，我之前怎么跳下去的？对呀，我就说我怎么跳下去的？我真牛啊！我说这么高，我怎么跳下去的？对，你们也还是这么会恐怖吗？你感觉你们跳了成百上千，金牌这个高度在这儿，它就是一个令人恐惧的高度，几乎就是人类的本性吧。你们怎么看待自己是被称为这种跳水双子星的？我觉得，其实我们俩作为中国跳水女子10米台这个项目的双保险呢，一直去帮助国家去卫冕这块金牌，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也特别自豪吧。更希望大家怎么看待你们两个？以正常人看待吧。我觉得我想跟见到朋友那样子打招呼，不是一见到面哇那个谁他是谁，快去小签个名什么的，我不喜欢这样。正常的交流吧。他是横空出世的跳水天才，东京奥运会上一跳成名，5跳3个满分，征服世界。其实我觉得就比了一场赛而已，那时候想法没那么多吧。在14岁的年纪首登奥运舞台，就创造了如此的赛场奇迹，让不少国家队的老大哥都会打趣地叫他一声红姐。他叫我红姐，我叫他东哥。荣耀的光环之外，全红婵也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小女生一样，会因为想家而深夜落泪。是在4队的时候就会，是想家吧，可能想家的时候会哭。年少成名带给他的不仅有荣誉，还伴随着不少的困扰与烦恼。刚开始的时候很开心吧，然后越到后面会觉得认识我的人很多，然后出去的时候也有困扰吧，也是。面对即将到来的第2次奥运之旅，全红婵心怀忐忑，却又对这个没去过的城市充满期待。觉得压力蛮大的，就想去那巴黎铁塔下面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全红婵第一次走上了10米高台，恐惧却又刺激的陌生感受，让这个7岁的小女孩对跳水产生了兴趣。我是从七八岁吧，7、8岁的时候开始练，那时候比较小吧，也不知道，想着练体育吧。就在池边的时候不害怕，
就上去高台的时候就害怕了，会恐高，会比较怕吧，那种就跟过山车似的那种，你就觉得你跳下去的时候，其实感觉还挺好玩的，觉得很刺激吧，也是那时候。当14岁的全红婵第一次踏上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的10米跳台，奥运对于她来说还没有任何概念。那时候我对奥运会的印象就是一场比赛，就比了一场赛而已。那时候想法没那么多吧，觉得。东京奥运会单人10米跳台赛后，陈芋汐将获得冠军的全红婵拥入怀中，这一抱让这2个跳水双子星的命运牢牢绑在了一起，成为中国跳水梦之队中新的双人10米跳台搭档，不断的上演水花消失术，更是包揽了本届奥运周期中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等所有赛事的金牌，展现出空前绝后的统治力。而2人不仅在赛场上相互促进、相互成就，在生活中更是相互陪伴、学习的好友。他比我大2岁吧，他很好吧，其实。然后我就那个跳不好啊，那种不开心的时候也会去鼓励我吧。在双人方面，然后都是他教的比较多吧，他教我教的比较多。我觉得，谁拿其实都一样，我觉得。其实把自己的动作跳好也最重要的，我觉得。所以我们2个都希望自己去争，但更希望是把自己动作跳得更好吧。东京奥运会的一鸣惊人，让全红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水花的精灵。荣耀加身之余，外界的关注和舆论的压力也随之而来。而她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小女孩一样，喜欢买玩偶、追剧，让训练空闲时间的自己得以放松。然后越到后面会觉得也认识我的人很多，然后出去的时候会也有困扰吧，也是。你感觉那些玩偶比你整个人身体都重嘞？感觉它很重，但是其实它一点也不重。那个买玩偶是你解压力的方式吗？我看着那些小玩偶，我每次看到一些很可爱的一些玩偶，我都特别喜欢吧，然后偶尔会看看剧。其实我还看动漫，看那个斗破苍穹。除了外界的压力外，经历了发育周期的全红婵也将面对更多身体的变化，这对于所有的女台跳水运动员来说都是很难跨过的一道坎。体重感挺多的，对于控体重的运动员来说特别严重了一些。然后你长了之后，水花效果、空中姿态各方面都有问题吧。练是正常练，然后控体重方面也没有那种特别的去长吧。第一次奥运之旅出道即巅峰的完美发挥，也给即将踏上巴黎征程的全红婵不小的心理压力。这一次我觉得压力会大一点吧，我觉得也自己也长大了一些吧，其实。然后这一次自己还要去比单双人这2项，其实觉得压力蛮大的，觉得心态方面吧会有一点点变化，觉得现在下降了嘛，能力下降了，觉得各方面都有所下降了，没有之前的那么轻松了吧，其实水感也不是特别好。我觉得现在的每一个动作我都得感觉没有那么轻松的去轻松完成这个动作，就觉得稍微不注意一下然后就跳不好。其实现在每一个动作都不太稳定，虽然仍带有忐忑和焦虑，但相信经历过无数大赛，全红婵能够将备赛的压力转化为动力，在巴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奇迹。
就像他在社交媒体上说的那样：“小巴黎哪里？”其实现在比较关注的是那个文文姐，就举重的那个李文文，觉得她很厉害吧，然后她很乐观。现在见面，觉得她特别的好，特别好。然后她一讲话，我就特别开心，对她特别有力。她抱过我好几次，感觉跟她出去玩，肯定很好，肯定很好玩。他是跳水天才，可小时候却害怕水。最开始是害怕，确实，因为我也有点怕水嘛，然后当时也不会游泳，所以最开始其实害怕。但出色的勇气让他在第一次登上10米台时就纵身跃下，从此和跳水结缘。我第一次上10米台确实还好腿软，就只是说，告诉自己就不要往下看，往前看，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高吧，正视前方往下跳就。2020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他收获1金1银，有快乐也有失落。如今，即将第2次踏上奥运征程的他，学会了与自己和解。对于我来说，就一方面是少一些精神内耗，去爱自己，去取悦自己，做好自己就够了。他就是陈芋汐，中国跳水队的中流砥柱之一。对他来说，奥运会就是要去战胜自己。就像第一次站上10米跳台，当时还不会游泳的他，勇敢地跳了下去。陈芋汐出生在体操世家，父母都有专业练体操的经历。按说拥有超强基因的陈芋汐应该顺利地走上体操之路，可上海跳水名宿石美琴指导慧眼识珠，强烈建议陈芋汐应该来试试跳水。从此，那时还不会游泳，见到水就哆嗦的陈芋汐开始了自己的跳水之路。最开始是害怕，确实，因为我也有点怕水嘛，然后当时也不会游泳，所以最开始其实害怕。就是我不怕从上面往下跳，但是我会怕游泳，我怕水，我怕游泳。我第一次上10米台确实还好腿软，就只是说，告诉自己就不要往下看，往前看，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高吧，没变，就只是就往前看，正视前方往下跳就。出色的天赋让陈芋汐迅速崭露头角，心中对于奥运会的种子也渐渐萌芽。我从小就有想成为专业运动员且想拿奥运会冠军这个梦想，所以呢，其实在这条路上我还是一直蛮坚定的。就是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当时在电视机前面看，觉得哇，升国旗奏国歌就非常光荣的事情吧。2020年，年仅15岁的陈芋汐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她与搭档张家齐一起拿下了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冠军。第一次站到奥运赛场的时候，还是觉得蛮神奇的一件事情的，因为就是从小这么多年的梦想，好像就在这一天就实现了。然后其次也是觉得奥运会嘛，然后也是全球最大赛事，然后也是觉得，但当时确实可能年龄比较小，没有那么多想法，也就是觉得它是一场比赛，但是知道是非常盛大的一场赛事。以陈芋汐的实力，这块双人女子10米台的冠军来得波澜不惊，但到了女子单人10米台的比赛，她的队友比陈芋汐更年轻1岁多的全红婵横空出世，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冠军，陈芋汐屈居第2。事实上，陈芋汐的成绩比名列第3位的澳大利亚选手武力群高了整整52分，可全红婵的表现却让媒体发出一时余亮的感叹。赛后，陈芋汐也偷偷流下了眼泪。那天晚上还是什么时候，确实应该是有哭过，但是我觉得，这种哭也不完全是因为我拿了第2吧。我在奥运会前大概有1年的时间里面有经历一个发育，然后其实成绩下滑的也蛮快的，包括到奥运会前，其实状态也并不是特别好。当时确实就想的，我其实能站上单人的赛场、单人的舞台就已经很不错了吧。最后虽然可能没有拿到2枚金牌，但是确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和鼓励，然后也是给自己接下来的
目标和方向的一种指明吧。如今已经体会过在奥运会上升国旗奏国歌的陈芋汐，即将迎来她的第2届奥运征程。和上次不同的是，她双人10米台比赛的搭档换成了小红全红婵。其实首先还是希望自己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去为国争光嘛，然后也是希望跟小红跟我搭档一起去携手并进，然后去站上最高领奖台。如果说这枚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对于他俩有着十足的把握，那单人10米台2人的对决将成为巴黎跳水赛事的绝对亮点。2023年，陈芋汐在福冈游泳世锦赛的女子10米台的决赛上，以个人最好成绩457.85分夺得冠军。要知道，450分这个分数是女子10米台最难跨过的一个坎。10米台成绩，它400分是一个坎，420、430左右又是另外一个坎，然后再到440、450，就是它是分成不同阶段。所以其实我觉得从420、430到440、450中间，其实需要花费的是比从400到420要更多的。最开心的时刻，我觉得应该是福冈世锦赛，然后站上最高领奖台那一刻。因为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450就一直是我的一个目标，但是每一次都欠一点。在福冈之前有一次柏林世界杯，我跳的是449，就每次都是稍微欠那么一点点，所以当时突破450其实还蛮开心的。巴黎奥运会女子10米台的金牌无论花落谁家，陈芋汐和全红婵都首先是搭档。在训练间隙，他俩与所有这个年龄的女生一样，有着共同的相处方式。打打闹闹吧。那你俩经常互相抱啊，公主抱还是怎么抱？是不是？啊，会，因为他比较轻嘛，然后他劲儿也比较大，抱我还抱得巨轻松。你俩性格是互补型还是都是外向型？多少有那么点互补，其实。被全红婵轻松抱起的陈芋汐也想轻松地面对即将到来的奥运会。19岁，对于一个跳水运动员已经属于老将的范畴，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陈芋汐有着一种沉淀后的自信。还不到19，快了。从我现在年龄来讲的话，对于女台来说确实不算小了，可能现在面对的不再是说身体发育的困扰了，可能还有一方面，也就是这个年龄之后，她可能身体机能各方面体能都会有所下滑吧。就我可能遇到一些事情，就无论是焦虑的情绪也好，然后自己心事也好，各方面遇到一些事情，我还是比较喜欢一个人去解决每一件事情，包括我的每一次经历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吧。然后就是不同的人生也是不同的意义，我所体验过的也是别人所体验不到的，然后我所获得的也是别人获得不到的。当站在领奖台上真正为国争光那一刻，其实反而就烟消云散了吧，更多的是一种荣誉和自豪，少一些精神内耗，去爱自己，去取悦自己，做好自己就够了。